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那么你也可以成为老师的会员，不管是 YouTube 或者是 Patreon 的会员，可以得到新 HSK 的 script， 还有这个老师自己写的原创小说哦。好，那么欢迎佩霞、Alexander、Charles， 还有裴静，还有 Sumali。Hello 林子，下礼拜4我们再见面啊。好，林子来台湾都会来找我我都会跟林子到咖啡店里面喝咖啡好，还有谁 ？Mandarin 艾云，欢迎。好，今天宋平欢迎。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词汇叫反响，反响。第二个叫房价，房价。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汇反响。好，反响什么叫反响呢？就是社会的反应或回响好，我们也可以说回响，也可以说反响。社会或者是大家的反应，也可以叫反响，不一定是社会了我觉得不一定是社会，可能是对方的反应，大家的反应，观众的反应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改成反应或回响。可能是观众的、听众的，像你们对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的反响如何？反响怎样？好 ，Hello Sikon， 雅玲，还有这个佩霞，欢迎，还有 Call Han， 你好。OK， 那反响一般指的是对方的表演、对方的工作或者这个比赛的表现，我们都可以有反响。你对一个表演有什么反响？你对一个人的演说、演讲有什么反响？好 ，Hello Hardwin， 甚至你看一部电影你也可以，很多人都可以对电影表示出有什么反响小美欢迎。好，我们看一下例句。这部电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好，这里大家有看到一个很棒的动词，叫做引起。我们中文可以说引起反响，就是造成怎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会用引起反响这样的表达，把它记起来，很重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好，那所以你们在学反响这个字的时候，一定也要记住它常常会用什么动词，它会用什么搭配，这样你才算是会这个字这个词好 ，Hello 慧君你好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好，这里老师给你们一个词语的搭配我们可以用引起，就是造成的意思获得，得到了。好，我们可以说引起很大的反响，引起热烈的反响，热烈 enthusiastic strong 热烈的反响，就是大家很喜欢热烈的反响，你可能会鼓掌，会拍手，因为你觉得他的表现、他的表演太好了好 ，OK， 那比如说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真的很棒，你可以说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好 ，OK， 表演、演说或某人的工作都可以引起或者是获得热烈或很大的反响。好，这个搭配请大家记起来，好吗？好，我们看一下题目，他的在网上演讲。
热烈的反响，引起。好，这个是美国前总统，对不对？奥巴马，对不对？好，他的演讲在网上，就是 on the internet， 在网上引起热烈的反响。答对了，非常好。他的演讲就是 speech 啊，这个学起来很重要的词哦 ，speech。好，他的演讲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林子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林子，这部电影是哪里的电影？是日本的电影吗？艾云说，我非常讨厌奥巴马。好，这个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对不对？哦，好，他的演讲 speech 演讲在网上引起热烈的反响。是大陆的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是大陆的电影，我没有听过哦。好 ，OK， 大家都答对了，我们来看下一题。好看吗？给阿嬷的情书，如果好看的话，我来找找看哦，有没有这部电影啊？好，再来给大家3个常见的词汇的搭配。第一个叫做我很恨奥巴马 ，You hate Obama？OK， 好，反响热烈。反响热烈，好，反响不错，反响不错，反响很大。OK， 好，这3个都算是常用的，跟反响有关的搭配。好，那当然都是好的，因为你对某一个表演、某一件事有 good feedback。good feedback， 台湾应该说不定会限制哦，限制中国的电影，有可能。好。反响热烈，反响不错，反响很大。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题目，还不错。not bad， 还不错。反响，对新的政策限制，对。台湾有时候会对大陆的电影进行限制的举动。可能会有。好，对新的政策 new policy 政策 policy 政策记起来哦。好，年轻人，好，大家看到这个年轻人，他觉得政府有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觉得不错不错，我喜欢。好 ，OK， 年轻人对新的政策反应还不错。表示年轻人都算喜欢，还蛮喜欢的，并没有反对他们都算支持。如果你对一个政策反响不错，那表示你喜欢这个政策，你支持这个政策，你不讨厌这个政策Hello， 何香，欢迎你 ，Henny， 欢迎。好 ，OK， 各位同学，把这3个常用的搭配记起来，反响热烈，很正面。反响不错，也还不错。反响很大，也是蛮正面的哦。好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如果某一部电影或某一个作品、某一个表演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它的反响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没有引起反响。你可以说理查老师的直播课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所以并没有 feedback 没有获得反响。你也可以说理查老师的直播课没有获得什么反响 ，no big feedback， no one care about it 没有人在乎理查老师的直播课，所以没有引起反响，没有获得反响。另外一个很棒的表达叫反响平平 ，so-so， 平平就是 so-so， 所以大家觉得，并没有引起我的共鸣，所以我也没有很喜欢，我也不想给 feedback。反响平平是一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反响，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表达，其实是没有很喜欢的感觉。
就像英文的 so-so， 其实表达的也是比较负面的意思啊。好，有人说老师，我们在乎你的直播课哦，所以老师的直播课引起了大家的反响，老师很高兴哦。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吧。评评发表后反响这首歌。好，那大家看这个女生的表情，就是听了这首歌好像没有什么共鸣，觉得也没有很好听，所以也没有什么 feedback。OK， 好的，这首歌发表后反响平平，很棒。这首歌发表后反响平平，好，很棒哦。好，答对了。这首歌发表后，好，发表就是 release，release 或者是这个发表表示新的产品或新的作品公开让大家知道，叫做发表。像新的 Apple 手机发表了，大家就会去购买。所以发表的意思是新的作品、新的产品发表出来之后，大家就会知道了哦，大家就会知道了哦。好 ，Jackson 说，我现在上 HSK3，中国人说明白，但是不会说话。OK， 没关系 ，Jackson， 你在直播课后留言告诉我好不好？啊，我再回复你哦。好，这首歌发表后反响平平，表示大家并没有很喜欢，并没有受到大家的欢迎哦。Hello Breeze，老师必须要告诉大家哦，反响这个词其实在台湾不是那么常用哦，我们会用反应啊。好，我再说一次哦。反响这个词其实在台湾没有那么常用，台湾喜欢用反应哦，所以我们可能会说反应热烈，这首歌反应热烈，这首歌大家的反应平平哦，所以在台湾反响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在台湾我们用反应比较多哦，反应比较多哦，所以这个是台湾中文跟大陆中文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哦。好，台湾不太用反响这个词哦。好 ，OK。哦，比如说我看到繁体字这个反响，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我们会学到的词汇哦，所以我必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台湾都会用反应，反应平平哦，所以这个是可能你在台湾哦学中文的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台湾跟大陆的中文还是有蛮大的不同哦。好 ，OK， 但是我还是用反响吧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会员哦。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汇，房价。很简单，房价的意思就是房屋的价格 ，housing price 哦，房屋的价格。在你们的国家，房屋的价格高吗？我觉得在台湾哦，房屋的价格很高，一般人是买不起房子的，或者呢要付房贷，20年或30年，很辛苦啊，所以房屋的价格一般来说非常非常高，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哦，负担不起的。对，反应也有 reaction 的意思哦，反应也有 reaction 的意思。在台湾哦，房屋的价格非常非常高，年轻人是买不起房子的哦，在你们国家应该也是哦，要买房子是有钱人的事情。首尔的房价非常高，对不对？特别是首都哦，首都的房价总是很高的哦，负担不起，对不对？哦，好像也没有国家的房子是便宜的。新加坡吧，听说新加坡的国宅、国民住宅很便宜，我不晓得哦，听说的。好，房价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好，越
OK， 越来越就像英文的 more and more， 所以越来越高就是 higher and higher。理查老师越来越帅 more and more handsome。 OK， 好，房价越来越高，好，越来越就像英文的 more and more。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好，买不起就是 cannot afford。好，那各位同学要学会这个表达，因为有很多同学你们会说不能买房子，这个不是很地道的表达，我们更地道的表达是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如果你说不能买房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地道。我们会说买不起 cannot afford， 买不起。好 OK， 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对房价越来越高。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关于这个房价相关的词汇比较难，我们学习一下就好了大家不用太在意好，第一个房地产越南的房价也是，对不对？太高了。房地产好，第二个房贷就是贷款，房子的贷款房地产应该是一种 industry， 一种产业，卖房子的，卖房子的产业。Buy and sell house， 这是房地产的意思，它是一个关于房子买卖的产业。好，房屋中介，好，这里呢在台湾跟中国就有一点点不同，在中国叫中介，中介就是那个 agent， 在台湾叫仲介，四声的仲介，所以我们两个地方说它的发音有点不一样，字也不一样好，我先念一下大陆的房屋中介，好，台湾的房屋仲介，好，这边特别注意，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卖房子、卖房子的人，帮你找房子的人都叫做房屋仲介，卖房子的人。帮你找房子的人，他可能你是想租房子，房屋中介会帮你找房子。你可能想买、想租那房屋中介都可以帮助你，这是他的工作。买不了房，你没有钱你就买不了房，也买不起房，对不对可以可以用买不了房我没有钱，我买不了房好，我们来看这一题全世界房价最贵的地方全世界房价最贵的地方是澳门吗？那个叫什么？马靠是不是？马靠跟香港，澳门跟香港Hello 月英，好久不见。好，他去年买了新房，每个月都要付什么？好，这题答案是什么？他去年 last year， 他去年买了新房 new house， 每个月都要付就是把钱拿出来你也可以说付款、付钱、付 pay 的意思付。好，每个月都要付房贷，答对了。你也可以说付贷款，但是如果你说贷款，我不晓得是什么贷款。如果你说房贷，我就知道是房屋的贷款。那如果你是车子的贷款，我们叫车贷。如果你是学生的时候，你学费也有学费的贷款，我们叫学贷。所以你可以说房贷、学贷、车贷好，那如果你说贷款，我不晓得是哪一种贷款好，对，这题的答案是房贷，答对了。付贷款很好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你们有没有贷款呢？很多人现在呢每个月要付房贷可能你有车子，你可能每个月要付车贷。如果你毕业了，可能你要付学贷。你们有没有贷款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每个月都要付贷款。
每个月都要安排一笔钱付贷款哦，特别是你是结婚的、有家庭的、有小孩的人哦，你要付很多很多贷款，有房子的、有车子的人都要付贷款。哦 ，Monaco 是摩洛哥 ，OK，Monaco 摩洛哥的哦，真的摩洛哥的房价很高啊。林子没有贷款，可是也没有钱，我也是。林子没有贷款，可是也没有钱。理查老师没有贷款，我的房贷付清了。好，各位同学记得付清了，就是 you get it done, you finish it， 付清了。OK， 理查老师的房贷付清了，付清了。好，慧君有房贷，对不对 ？Sicon 没有房贷啊 ，Sicon 没有房贷，我们说没有房贷就可以了啊。好，对，付清了啊，我的车贷付清了，表示你不欠钱了，你的贷款都付完了啊，叫付清了。房贷付清了，很好。哦，我的车贷付清了，好 ，OK， 把它记起来，表示你的贷款都付完了，不需要再付了。我们中文叫付清了啊，付清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谁带我们看房？如果你有租屋，你有买房的需求，你都需要有一个人帮助你。他会介绍，这个房子哪里好，值不值得买？这个地方可以租，很便宜，地点又好，风水也好，交通方便，而且呢还有学区，小孩子读书很方便，所以对，付清了。所以呢，这个人的工作就是你想要租房子，你想要买房，你有什么买房的需求都可以告诉他，他会带你去看房。看房就是你可以确认一下这个房子适不适合你啊，适不适合你。对，贷款是 loan 没有错，贷款是 loan 啊。理查老师带我们看房，可是我的工作不是中介耶，我的工作是教中文耶。好，房屋中介带我们看房，很好。房屋中介带我们看房，特别夫妻可能你们刚结婚，你们想要买一间新房子，那你就要请一位房屋中介带你看房。夫妻俩买一个房子，一起贷款，一起工作。好，房屋中介带我们看房。好，如果在台湾，你要说房屋中介，房屋中介带我们看房。理查老师带你们看房，我不是房屋中介啊。好，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贷款能够早一点付清。生活没有金钱的压力哦。好，我们下一次见咯，下礼拜见，大家晚安咯，拜拜，再见，Hello，拜拜。